全民重生回灾难降临的前一天，当所有人都在疯狂抢夺高音喇叭和发电机，企图用巨大的噪音驱散低阶怪物时，我却默默搬空了全市的隔音海绵，将地下室焊死成一座绝对无声的黑关。因为所有人都只有末日后6个小时的记忆，而我却清楚地记得，末日3天后觉醒的高阶盲兽才是这个世界最大的威胁。他们没有眼睛，却能循着1分贝的噪音精准猎杀。上一世血雾降临的第3天，高阶盲兽循声破门，我藏在半隔音的地下室，在黑暗中绝望地听了3天屠杀。高阶盲兽循着心跳和喇叭声撕碎了所有人，而我仅因一声没忍住的抽泣，变成了他们最后的口粮。我猛地睁开眼，大口大口地喘着粗气，双手死死捂住自己的脖颈，那里似乎还残留着前世被一手獠牙活生生撕裂的剧痛。看了一眼闹钟时间，距离那场吞噬全球的血雾降临还有最后2个小时。我重生了，还没等我从极度的战栗中平复下来，窗外极其突兀地爆发出一阵诡异的声浪。我走到窗边，瞳孔剧烈收缩。不仅是我，全城的人竟然都重生了。走廊里和楼下小区传来了疯狂的脚步声和歇斯底里的欢呼声。快去五金店抢发电机，去商场抢大功率音响，一说怕噪音，只要声音够大就能活下去。快去抢啊！发电机，谁他妈敢跟我抢这台发电机，老子弄死他！我看着楼下为了抢夺广场舞音响和柴油发电机而互殴见血的街坊邻居，嘴角勾起了一抹冷笑。真是一群蠢货。前世血雾降临的前6个小时，确实出现了一些初级的低等异兽，他们畏惧巨大的噪音，不少人靠着敲盆打铁播放重金属乐侥幸活了下来。这也导致所有重生者都陷入了一个致命的集体记忆偏差。他们以为噪音就是末世的绝对通关密码，但其实到了第10个小时，真正处于食物链顶端的2阶血兽就会苏醒。那些怪物没有眼睛，却进化出了恐怖的巨大耳廓和声纳系统。在他们面前，任何超过40分贝的噪音都不亚于在黑夜中点亮了一盏探照灯。我没有理会外面的狂欢，转身套上一件耐磨的冲锋衣，戴上鸭舌帽，逆着疯狂往电器城涌去的人流，一头扎进了附近最冷清的建材批发市场。工业级隔音棉、高密度隔音地毯、速干发泡胶、阻尼隔音毡、特种静音润滑油，我刷光了卡里所有的钱，雇了一辆货车，将这些在别人眼里一文不值的破烂疯狂往我租住的地下室搬。就在我拖着最后一卷厚重的隔音地毯准备走进单元楼时，一道熟悉且令人作呕的声音从背后传来：沈飞，你脑子进水了吧？我停下脚步，眼神在帽檐的阴影下瞬间变得冰冷。站在我面前的是我的前男友林宇，前世这个满嘴甜言蜜语说要保护我一辈子的男人，在异兽破窗而入的生死关头，毫不犹豫地用棒球棍打断了我的右腿，把我当成诱饵踢向怪物，只为给他自己争取逃跑的时间。此刻林宇正指挥着2个工人，将一台轰鸣着的大功率柴油发电机和2个半人高的重低音音响往楼上搬。他的怀里还搂着一个妆容精致、满脸写着优越感的女人赵曼曼。全网都在抢发电机和音响保命，你买这些破海绵回去给自己当棺材垫吗？林宇居高临下地看着我，得意洋洋地拍了拍手里的发电机，语气里满是嘲弄和施舍。沈飞，别说我这个前男友不念旧情，你要是现在跪下来求我，我或许还能大发慈悲，让你待在我的客厅里避避难。赵曼曼依偎在林宇怀里，捂着嘴娇滴滴地笑了起来。哎呀，林宇，你管他干嘛？人家说不定想把自己裹在海绵里，指望怪物咬不透呢。咱们的这可是花重金抢来的，凭什么白白保护他呀？林宇轻蔑地冷笑了一声。也是，既然你想找死，那就带着你的破烂等死吧。等怪物来了，可千万别哭着来敲我的门。看着这对狗男女，我的内心没有丝毫波澜，只有看死人般的平静。是吗？我微微侧过身，让开楼道，嘴角勾起一抹意味深长的弧度，声音极度冷漠。那就祝福你们有一个愉快的晚上。说完，我头也不回地拖着那卷沉重的隔音地毯，越过他们，径直走向了1楼走廊尽头那扇通往地下室的铁栅栏门。伴随着地毯在粗糙水泥台阶上极其沉闷的摩擦声，我一步步引入了阴暗的地下室楼梯间。头顶上方，林宇和工人们搬运极其沉重的发电机上楼的脚步声，伴随着赵曼曼娇滴滴的催促，在空旷的楼道里极其嚣张地回荡着。我冷漠地听着这些催命的动静，拖着物资穿过地下室极其昏暗的走廊，最终停在了走廊尽头那间属于我的储藏室前。我跨进门槛，将最后一卷地毯放下，随后我平静地转过身，拉上了那扇经过极其变态加固的厚重防盗门。距离血雾降临还有1个半小时，而距离第10个小时的高阶血兽屠杀还有9个半小时。阴暗潮湿的地下室里，我刚把最后一卷高密度隔音棉拖进门框，
走廊尽头就传来了一阵杂乱的脚步声。就在这儿，我刚才亲眼看见他搬下来的。粗暴的男声在空旷的地下走廊里回荡。我冷冷地抬起眼皮，3个人堵在了我那扇还没来得及加固的防盗门前。带头的正是刚才在大放厥词的渣男前任林宇，还有他那个娇滴滴的新欢赵曼曼。而站在他们旁边，手里拎着一根生锈钢管的，是楼里出了名的无赖恶霸强子。林宇的目光越过我的肩膀，像雷达一样扫视着我地下室里的物资，最终死死盯住了墙角那个还没拆封的重型工业空气净化器。这台机器是我前几天买来除甲醛的，里面装配了2个巨大的工业排风扇，一旦开启，那震耳欲聋的低频轰鸣声，甚至能让地板都跟着震颤。沈飞，你这台大功率净化器留在地下室也是浪费。又换上了一副理所当然的虚伪面孔，俨然一副救世主的做派。现在全网都在说，只有制造最大的噪音才能赶走怪物。我和强哥商量过了，这台机器我们要征用，放到我们5楼的楼道里，这也算是为了保护整栋楼的安全。对啊，沈飞。赵曼曼挽着林宇的胳膊，阴阳怪气的帮腔：“你可别太自私了，林宇这是在统筹资源，你那点破海绵能有什么用？把这台机器交出来，我们大发慈悲，算你一份保护费。”征用。我冷笑一声，目光从林宇那张虚伪的脸上扫过。你们这是打算明抢？强子显然没有林宇那么虚伪，他猛地一挥手里的钢管，重重地砸在墙壁上，碎出一个大坑。他恶狠狠地逼近了一步：“少他妈废话！林老弟念着旧情跟你好好商量，你别给脸不要脸。今天这机器，你给也得给，不给也得给。”林宇嘴角带着微笑，摊了摊手，露出一副我也没办法的无辜表情，假惺惺地叹了口气：“菲菲，强哥脾气不好，你也别怪我。末世要来了，为了生存，牺牲你一个人的物资也是没办法的事。”看着这3个自以为掌握了真理的跳梁小丑，我眼神里的温度彻底降至冰点。咔嗒一声微响，我没有退缩，而是反手从大腿外侧的战术绑带里利落地抽出了一把开过刃的格斗军刀。冰冷的刀锋在昏暗的灯光下闪过一丝刺骨的寒芒。我向前迈出半步，将刀尖稳稳地对准了强子的喉咙。不怕死的，往前走一步试试。强子浑身一僵，举着钢管的手停在半空中。林宇和赵曼曼更是吓得倒退了半步，空气死寂了几秒。我看着他们眼中的忌惮，知道火候差不多了。何况这台催命的净化器，我本来就打算扔出去，强肯定不行。我缓慢地收回刀，语气放缓了一点。不过做个交易倒是可以。什么交易？林宇见我松口，眼睛立刻亮了起来。我刚才上楼的时候，看到你们5楼走廊里堆了10几卷废弃的 KTV 旧地毯。我指了指那台净化器，那台机器2万块，你们帮我把那些破地毯全部搬到我的地下室门外，这台净化器归你们。林宇愣住了，强子和赵曼曼也愣住了。那些 KTV 拆下来的旧地毯又厚又重，还散发着一股发霉的酸臭味，本来就是5楼一户人家打算扔掉的垃圾。沈飞，你真的是疯透了！拿一台2万块的大功率净化器换一堆发霉的破地毯。好，一言为定。强哥，咱们赶紧搬，免得这疯女人反悔。赵曼曼捂着鼻子，满眼鄙夷，真是个蠢货，捡破烂还当宝贝了。我们快把机器弄上去，我一刻也不想在这个恶臭的地下室待了。不到10分钟，10几卷厚重的发霉地毯被他们像扔垃圾一样扔在了我的门外，而林宇和强子则满头大汗地将那台致命的工业净化器抬出了地下室。我站在门框内，手里把玩着那把军刀，静静地听着他们沉重狂喜的脚步声消失在楼梯拐角。愚蠢的东西！那些发霉的旧地毯里面夹着厚厚的玻璃纤维和隔音毡，是阻断低频震动和脚步声最完美的屏障。而那台被他们视若珍宝的净化器，将会在今晚成为最亮眼的死亡导航仪。我将那些沉重的地毯一卷卷拖进屋，然后反锁了那扇厚重的防盗门。看了一眼腕表，距离谢雾降临还有最后1小时。我拿起那罐速干发泡胶，走向了门缝。绝对的无声死局从现在开始布置。刺鼻的化学气味在地下室弥漫开来。我握着速干发泡胶的喷枪，沿着防盗门与门框的缝隙严密地打上了整整3层。白色的泡沫在接触空气的瞬间迅速膨胀硬化，将这扇门死死地焊成了一个绝对密封的铁疙瘩，连一丝空气都透不进来，更别提声音了。紧接着，我将从林宇他们手里换来的10几卷发霉地毯全部展开。我没有用电钻，而是用一把沉重的橡胶锤垫着厚厚的海绵，将一根根钢钉生生砸进墙体，把7层隔音地毯严丝合缝地钉死在了防盗门内侧和4周的墙壁上。做完这一切，
我拔掉了地下室里所有的电器插头，连那个平时只有微弱嗡鸣声的旧冰箱也没放过，唯一留下的是门板正中央那个我提前预留出来的被多层消音玻璃改造过的单向透视孔，这就是我的黑棺，一座在这个世界上最安静也最安全的堡垒。当时针分毫不差的指向深夜12点时，整个世界仿佛突然被按下了静音键。我凑到透视孔前，原本昏暗的楼道里不知何时弥漫进了一股浓稠的几乎液化的猩红血雾，那雾气带着一种令人作呕的铁锈味，仅仅是隔着门缝看一眼，都让人感到一种来自灵魂深处的战栗。血雾降临了，寂静的地下室里，我提前调成静音模式的手机屏幕突然疯狂闪烁起来，是业主群上一世的集体记忆偏差，让这群人在血雾降临的这一刻，不仅没有恐惧，反而陷入了一种近乎癫狂的集体狂欢。502王大妈，哎呦喂，真的起雾了！我家老头子把收音机开到最大声了，那些小怪物肯定不敢过来。804张哥，发电机已经启动全屋通电，老子今晚要开着探照灯打通电麻将。屏幕疯狂滚动，直到一条刺眼的视频弹了出来，发件人是林雨。视频里，林雨和赵曼曼正大喇喇地敞开着5楼的房门，把那台从我这里抢走的重型工业空气净化器摆在走廊正中央，2个巨大的排风扇疯狂运转，发出震耳欲聋的轰隆隆低频震荡声。不仅如此，林雨还在机器旁边架起了那2个半人高的重低音音响，震耳欲聋的重金属摇滚乐几乎要把手机的扬声器震破。视频的最后，林雨搂着赵曼曼，把脸对到镜头前，嚣张的大笑。501林雨艾特地下室沈飞，菲菲啊，听到楼上的动静了吗？这可是你送我的保命神器，现在整个5楼都被我的声场覆盖了，怪物连靠近都不敢。你一个人躲在地下室的破地毯里发抖吧，要是实在怕的尿裤子了，在群里给我磕个头，我把音量再调大点儿，顺便罩着你。赵曼曼那尖酸刻薄的声音也在视频里回荡。林雨，你理那个蠢货干嘛呀？他估计已经被这红雾吓得躲在被窝里哭了吧。咱们接着蹦一。群里立刻跟上了一片阿谀奉承。王大妈，还是小林有本事啊，这机器绝了。沈飞那个死丫头就是活该，不识好歹。强子，林老弟敞亮，今晚咱们跟着林老弟的安全区混了。我面无表情地看着屏幕上那些疯狂跳动的字符和林雨那张嚣张至极的脸，他们根本不知道，在血雾降临的前10个小时，低等异兽确实会被这种巨大的噪音和强光短暂震慑。当第10个小时的钟声敲响，那些真正沉睡在血雾深处、处于食物链绝对顶端的高阶血兽苏醒时，这些震耳欲聋的重金属音乐，还有那台低频轰鸣的工业净化器，在他们那恐怖的声呐感知里，简直是最高级别的开饭信号。我随手将手机屏幕倒扣在床上，不再理会群里的群魔乱舞。我拿出一袋高热量的特种冰流食，连咀嚼的动作都省了，直接缓慢地吞咽下去，确保胃部不会发出任何不必要的消化声。随后，我戴上降噪耳机，闭上眼睛，在一片绝对的死寂中，平稳地调整着自己的呼吸。地下室里的空气变得沉闷，因为彻底用发泡胶封死了缝隙。随着时间的推移，狭小空间内的氧气含量开始下降，温度也逐渐升高。我的额头渗出了一层细密的汗珠，但我连擦拭的动作都刻意放得缓慢，生怕衣料摩擦的声音打破这绝对的死寂。看了一眼腕表，清晨6点整，血雾降临的第10个小时准时到来。我轻手轻脚地挪到门边，将眼睛贴上了单向透视孔。厚重的防盗门外，原本像红墨水一样粘稠静止的血雾，突然像是被某种巨大的力量搅动，开始剧烈地翻滚起来。一道细微却令人毛骨悚然的骨骼摩擦声从外面的单元门处传来，透视孔微弱的视野边缘探进了一颗硕大而扭曲的头颅，那是一只体型堪比成年公牛的怪物，浑身覆盖着灰白色的坚硬角质层，2阶变异体，血雾初期真正的霸主。单元楼的台阶上也有一只，它巨大的耳廓抽动着，试图在空气中捕捉猎物的痕迹。就在这时，一阵规律沉闷的物理震动顺着大楼的承重墙隐隐传到了地下室的地面上，那是林雨摆在5楼走廊里的那台重型工业空气净化器的低频轰鸣，加上那2个重低音音响的震荡，整栋大楼此刻在这只2阶异兽的感知里，就像是一个正在疯狂敲响的巨大铜钟。异兽那苍白的头颅猛地向上抬起，锁定了5楼的方向。下一秒，它发出一声刺耳的尖笑，粗壮的利爪硬生生刺入大楼坚硬的混凝土外墙，以一种违背重力常理的恐怖速度朝着楼上疯狂攀爬而去。紧接着，透视孔外的血雾中出现了第2只、第3只、第10只密密麻麻的灰白身影，如同闻到了血腥味的鲨鱼群，顺着那些致命的噪音
争先恐后的向大楼的上方涌去。被我倒扣在床铺上的手机突然亮了起来，是业主群。林雨显然还没有意识到死神已经趴在了他的窗台上，他还在群里发着语音，语气里透着熬了一夜的亢奋和不可一世的狂妄。501林雨语音：天都快亮了，看见没有？外面的怪物根本不敢靠近咱们这栋楼。强哥，今晚这机器换的值吧？沈飞那个白痴，估计现在已经在地下室里缺氧憋死了。强子语音：林老弟牛逼，等雾散了，咱们直接去地下室收那娘们的尸。强子的语音甚至还没有说完，一声震碎耳膜的玻璃爆裂巨响，直接从强子的那条语音背景里炸开，通过手机扬声器刺入我的耳朵。紧接着是强子的惨叫声：什么东西？我的手！林雨救我！惨叫声戛然而止，取而代之的是令人头皮发麻的骨头碎裂声和粗暴的咀嚼声。群里原本还在跟着奉承的业主们瞬间死寂。3秒钟后，林雨发来了一条剧烈颤抖的语音：501林雨语音：强哥，你怎么了？我操！窗户慢慢退后，别开门，别发出声音。在林雨那充满极度恐惧的咆哮声中，我清晰地听到了重金属摇滚乐被某种巨大的力量暴力砸碎的杂音，以及那台正在轰鸣的空气净化器被异兽利爪硬生生撕裂的金属扭曲声。这是赵曼曼彻底崩溃的尖叫。502王大妈，救命啊！5楼怎么了？有怪物爬到我窗户上了！救命！804张哥，别敲盆了，快关音响！快他妈把发电机砸了！他们是顺着声音来的。在2阶异兽面前，现在关闭电源，就像是脱光了衣服面对饥饿的狼群。刚刚还被他们视为通关密码的噪音，此刻变成了最精准的死亡定位器。短短1分钟内，群里爆发了10几条夹杂着玻璃碎裂、家具翻倒和惨叫的语音。那些开着发电机和重低音的楼层，毫无悬念地遭遇了最残忍的清洗。我戴上那副军工级的降噪耳机，将厚重的隔音被子拉过头顶，在楼上此起彼伏的惨叫声和怪物进食的咀嚼声中，我闭上眼睛，安稳地迎来了重生后的第一个回笼觉。虽然我戴着降噪耳机，但被我倒扣在床铺上的手机屏幕依然在昏暗的地下室里不断闪烁着刺眼的白光。我扯下耳机，将手机翻了过来，群聊界面已经彻底变成了人间炼狱的实时转播区。5楼的惨剧正通过一条条抖动的长语音，毫无保留地展现在所有幸存者面前。那是人在极度恐惧和剧痛下发出的非人惨叫。我点开了最新的一条长达30秒的语音，那是赵曼曼发出来的，背景里充斥着家具被巨力掀翻的碎裂声，以及2阶异兽令人作呕的粗重喘息。林雨，快把那个破机器关掉！砸门！赵曼曼的声音因为极度惊恐而变得尖锐扭曲。林雨救我！他扑过来了！紧接着，语音里传来了林雨剧烈的喘息声和慌乱的脚步声。在生死关头，这个几个小时前还搂着赵曼曼、满嘴炫耀和承诺的男人，展现出了他最卑劣、最自私的渣男本能。曼曼，你不是爱我吗？你帮我挡一下，就一下。砰！一声沉闷的撞击声，那是林雨毫不犹豫地将赵曼曼推向了那只扑进屋内的2阶变异体。林雨，你个畜生！你不能！赵曼曼恶毒的咒骂瞬间化作了凄厉到极点的惨叫，紧接着语音里传来了令人毛骨悚然的骨骼断裂声，那是锐利的獠牙直接撕裂胸腔、咀嚼鲜活血肉的恐怖声音。他被怪物活生生的吞噬了。而在这令人头皮发麻的进食声中，我清晰地听到了林雨连滚带爬冲进卧室，随后砰的一声死死反锁房门的巨响。他用现任女友的命换来了自己暂时的苟活。语音到这里戛然而止，业主群里死一般的寂静。大家都清楚，5楼那2户制造最大噪音的人已经彻底完了。大约过了5分钟，楼上那台一直发出低频轰鸣的重型工业净化器，伴随着一声金属被暴力撕裂的巨响，彻底哑火。强子家传来的砸墙声也完全消失。整个5楼除了异兽满意的咀嚼声外，再也没有任何活人发出的动静。双杀确认，我坐在绝对安全的黑关里，看着群聊界面，嘴角勾起一抹冰冷且充满嘲弄的弧度。拿命换来的发霉地毯好用吗？林雨，就算你今晚把赵曼曼推出去挡了灾，躲在那个没有任何隔音措施的卧室里，面对即将暴走的千万兽潮，你又能活到几时呢？我随手将手机关机扔到一旁，外面的惨剧、人性的扭曲，与我这个躲在地下堡垒里的猎手毫无关系。我重新拉过厚重的隔音被子，戴上军工级降噪耳机，在一片死寂中，伴随着头顶隐约传来的异兽嘶吼，安稳地沉入了梦乡。地下室里没有日夜交替，
只有腕表上跳动的数字提醒着我时间的流逝。次日清晨7点，我从安稳的睡眠中醒来，撕开一根蛋白棒，无声地补充着体力。随后，我轻步走到门边，透过多层消音玻璃改造的单向透视孔向外看去。走廊里的血雾比昨晚稍微淡了一些，但地狱般的惨状却更加清晰，满地都是干涸发黑的血迹和残缺的内脏碎片，空气中弥漫着令人窒息的浓烈血腥味。就在这时，一阵微弱却刺耳的震动顺着防盗门外侧的墙壁传了进来，砰砰砰，有人在砸我的门。我眯起眼睛，将视线聚焦在透视孔外，门外站着2个如同从血葫芦里捞出来的血人，一个是昨晚把现任女友推出去挡灾，侥幸熬过一夜的林雨，另一个则是昨晚在语音里惨叫的恶霸强子。强子的左臂齐根断裂，胡乱缠着几块破布，脸色因为失血过多惨白如纸。林雨歇斯底里的压低声音嘶吼着：“沈飞，开门！”双手疯狂地拍打着我那扇厚重的防盗门，他满脸都是赵曼曼的血。我知道你躲在里面，眼神里透着极度的绝望和疯狂。上面全毁了，那些怪物还在吃人，让我进去。我可是你前男友，你不能见死不救。见里面没有动静，旁边的强子用仅剩的右手拎起那根生锈钢笔，凶狠地砸在防盗门上，发出一刺耳的金属爆鸣。臭婊子，开门！强子因为剧痛和恐惧，五官已经完全扭曲。你要是敢不开门，老子就一直砸，把怪物引下来，谁也别想活！他们这种丧心病狂的砸门声，在安静的清晨走廊里被无限放大，几乎是在强子砸下第2棍的同时，透视孔的视野边缘，5楼的楼梯拐角处，猛地传来了一声令人胆寒的低沉嘶吼，紧接着是令人毛骨悚然的利爪摩擦水泥地面的声音。那些吃饱了正在楼上休憩的2阶异兽，被这送上门的噪音再次惊醒了。如果任由他们这么砸下去，异兽迟早会被引到我的地下室门前。虽然我有7层隔音地毯和发泡胶，但防盗门绝对经不起几头2阶变异体狂暴的物理撕咬。我不能让这2件垃圾脏了我的堡垒。我眼神冰冷，没有说一句废话，转身从床底的战术背包里抽出了一把通体雅黑的军用重型战术十字弩，咔嗒一声微响，一支带着倒刺的金刚破甲剑稳稳地上膛。我走到门边，轻轻拨开了防盗门旁边那个我早就预留好的只有巴掌大小的战术射击孔。咔，细微的金属摩擦声让门外的林雨瞬间停止了砸门。他透过那个小孔看到了我的眼睛，脸上立刻浮现出狂喜的神色。菲菲，我就知道你还爱我，我就知道你不会丢下我不。林雨深情的告白还没说完，弓弦炸裂的微弱破空声瞬间将其打断。强子爆发出了一声凄厉到极点的惨叫，整个人重重的砸在地上，手里的钢管也哐当一声滚落。林雨脸上的狂喜瞬间凝固。你干什么？转变为极度的惊恐。他看着我手里那把重新上膛、闪烁着死亡寒芒的十字弩，吓得双腿一软，转身就想往楼梯上面爬。他想跑，第2支破甲剑毫无悬念地射出。林雨重重地摔在台阶上，他们的惨叫声彻底成了引爆地狱的导火索。好，走廊深处2道灰白色的恐怖残影扑了下来，2阶变异体那巨大的无眼头颅锁定了正在发出巨大噪音的林雨和强子。不，滚开！救命啊！沈飞，救我！林雨绝望地瞪大了眼睛，看着那张布满利齿的血盆大口朝自己的脑袋狠狠咬下。咔嚓，骨头碎裂的声音在门外清晰地响起。我缓慢地无声地关上了战术射击孔的防弹钢板，重新将地下室封闭成绝对的死寂状态。血雾降临的第3天，地下室里的空气过滤系统运作良好，但我知道真正的生存者永远不能坐吃山空。我需要更多的医用抗生素、高热量巧克力和战术手电的备用电池。更重要的是，我需要摸清外面现在的状况。我脱下舒适的居家服，换上黑色的凯夫拉战术防刺服，脚上是一双造价高昂的特种兵级别软底静音靴，鞋底加装了高分子吸震海绵，走在碎玻璃上都不会发出任何声响。将战术背包背在背后，大腿2侧分别插着一把格斗军刀和一把上了消音器的格洛克手枪。不到万不得已，我绝不会开枪，哪怕有消音器。套筒后座的机械声在绝对死寂的环境里依然致命。深吸一口气，我拧开了防盗门润滑的门锁。走廊里的味道令人作呕，浓郁的铁锈味混合着内脏腐败的恶臭。林雨和强子已经不见了，地上只剩下大片干涸的黑血，以及几根被异兽啃食的连骨髓都被吸干的惨白腿骨。我面无表情地跨过那片血迹，推开了单元楼的大门，正式踏入了那片粘稠的猩红血雾中。能见度依然不到5米，世界安静的可怕，街道上死气沉沉。偶有几只异兽在远处的迷雾中像巨大的蜘蛛一样爬过大楼外墙，发出轻微的沙沙声。我贴着墙根的阴影，
潜入了街角一家被洗劫过一半的便利店，一切动作都在绝对的寂静中进行。拿取货架最下层的抗生素，将高热量蛋白棒塞进战术背包，再拿起一瓶矿泉水时，我的动作突然停住了。我的视线缓缓下移，落在便利店沾满灰尘的瓷砖地板上，那里有一串杂乱但明显刻意放轻了的脚印，鞋纹是人类的运动鞋，绝对不是异兽的爪印，并且这串脚印不是通向店外，而是从店外一路延伸，直至我刚才出来的那栋公寓楼。有人，而且是一群人。我眼神骤冷，反手拔出大腿上的格斗军刀，悄无声息的原路折返，回到公寓楼的楼梯间。我没有走正门，而是顺着大楼外侧的消防通道攀爬到了2楼的缓步台。透过楼梯间的缝隙，我朝上看去，在3楼的走廊里蹲守着5个男人，他们满身刺青，手里拿着砍刀、钢管和消防斧。引人注目的是，他们把所有武器的金属部分都用厚厚的破布缠了起来，甚至连鞋底都绑上了棉垫。他们活下来了，而且还用无数条人命试错摸清了异兽寻生杀人的绝对规则。领头的是一个脸上有刀疤的光头男人，他正用粗糙且夸张的手语跟手下比划着什么。我眯起眼睛看着他用缠着破布的砍刀缓慢地指了指1楼的方向，那是我的地下室所在的位置。接着刀疤脸张开嘴，无声地做了一个口型。肥羊，他们显然是附近的黑恶势力，在第一波灾难中抱团苟活了下来。当整栋楼的蠢货都在第一晚被发电机和音响害死后，他们注意到了我那扇从未发出过声音却坚固的反锁防盗门。我看着那5个眼神中透着贪婪与残忍的暴徒，嘴角勾起一抹嗜血的冷笑。怪物固然可怕，但掌握了规则的同类才是末世里最恶毒的毒蛇。他们不敢砸门，因为声音会引来异兽，但他们既然盯上了我，必然有阴招。我把军刀插回腿侧，无声地顺着消防通道滑回了1楼的暗角。我赶在刀疤脸那群人下楼之前，悄无声息地滑进了地下室，反锁了那扇厚重的防盗门。回到绝对死寂的黑棺里，我没有卸下装备，而是径直走到门后，凑近了潜望镜。不到2分钟，楼梯间里出现了那5个人的身影，他们谨慎，脚上缠着厚厚的棉布，每走一步都像是在试探冰面的薄厚。刀疤脸打了个手势，4名手下立刻散开，将我这扇唯一的铁门死死包围，手里紧握着缠了布条的消防斧和砍刀。我冷冷地看着这一幕，如果他们敢砸门，林雨和强子就是他们的下场。但我知道，能在前3天活下来的暴徒没那么蠢。刀疤脸走到我的门前，没有敲门，他从破旧的夹克口袋里掏出了一个东西，那是一个刺眼的荧光绿色大功率防水蓝牙音箱。我的瞳孔猛地收缩了一下，他用缠着布条的粗糙手指在音箱上缓慢地按了几下，然后从另一个口袋里掏出一个屏幕亮着的手机。他把手机屏幕死死贴在我的防弹玻璃潜望镜上，在这个连心跳声都能引来怪物的世界里，他没有发出一丝声音，而是用手机备忘录打下了一段惨白的文字，展示给我看。我知道里面有人，你没死，还囤了一堆好东西。我手里这个音箱连着我的手机，我定了一个5分钟后的闹钟，音量是最大档的重金属摇滚。你要是不想大家一起被怪物嚼碎，就现在立刻悄悄地把门打开，交出所有吃的河水，我们放你一条生路，否则5分钟后这里就是绞肉机。他慢慢撤开手机，露出那张狰狞的带着极度恶毒笑意的脸。他甚至挑衅地晃了晃手里那个绿色的音箱，然后把它用一根细绳轻轻挂在了我防盗门的把手上。他们笃定我不敢赌，笃定我在死和交出物资苟活之间一定会选择妥协开门。只要我一开门，那5把消防斧就会瞬间把我剁成肉泥。在这个消音的屠宰场里，他们可以肆无忌惮地洗劫我的黑棺。时间1分1秒的流逝，倒计时还剩4分钟。门外的刀疤脸眼神越发残忍，他的手下们已经举起了武器，死死盯着我的门锁，就等我崩溃妥协的那一刻。我站在门内，看着那个挂在门把手上的绿色音箱，面无表情地摘下了一侧的降噪耳机。蠢货！我在心里无声的冷笑。为了应对这种情况，我在谢雾降临前的那2个小时里，在门外专门做了陷阱。我走到防盗门旁边的一处墙角，那里有一个被隔音棉完美伪装的拉环，拉环连着一根坚韧涂满了静音润滑油的黑色细钢丝。只要我拉动钢丝，门外门把手上的那根细绳就会被天花板上的滑钩瞬间挑起。我紧紧握住拉环，目光穿透潜望镜，看着刀疤脸。倒计时还剩30秒，刀疤脸的额头开始渗出冷汗，他咬着牙再次举起手机屏幕，上面只有3个血红的大字：开门死。我没有犹豫，深吸一口气，手臂猛然发力，狠狠向下一拉。在这个静音的堡垒里，我听不见外面滑轮转动的声音，但我通过潜望镜清晰地看到
刀疤脸得意的笑容瞬间凝固在脸上。挂在我门把手上的那个绿色音箱，嗖的一下顺着天花板的钢丝，越过他们5个人的头顶，笔直的飞向了走廊尽头。那通往2楼的敞开式楼梯间，在音箱飞到2楼半空的那一瞬间，5分钟的倒计时归零。狂暴震耳欲聋的重金属摇滚乐，在绝对死寂的公寓大楼里轰然炸响。尽管隔着7层高密度隔音地毯，我的脚底依然能感觉到一阵狂暴的低频震颤。那首刺耳的重金属死亡摇滚乐，在空旷死寂的公寓楼道里轰然引爆。刀疤脸脸上的狞笑甚至还没来得及褪去，就彻底凝固成了极度的惊骇。他那4个手下浑身猛地一哆嗦，手里缠着不条的砍刀险些掉在地上。他们惊恐万状地抬头看着那个悬挂在2楼半空，正疯狂闪烁着绿光，向外喷吐着震耳欲聋鼓点声的音箱。关掉，快去关掉它！刀疤脸用夸张的口型无声地咆哮着，眼珠子都快瞪凸出来了。他发疯似的指着2楼，示意手下冲上去，但来不及了。几乎是在音乐响起后的第3秒，整栋大楼的墙壁外侧就传来了密集的沙沙声，那是成百上千只异兽攀爬混凝土的声音。1楼走廊尽头的那扇防盗玻璃大门被一只体型庞大的灰白异兽撞得粉碎，玻璃碴子一样飞溅。它没有眼睛的头颅猛地扭动，巨大的耳廓瞬间锁定了声源2楼半空的音箱，以及正站在1楼楼梯口因为极度恐惧而僵硬的5个暴徒。最前面的一个暴徒甚至来不及举起手里的消防斧，那只异兽已经扑了上来，粗壮的利爪瞬间洞穿了他的胸腔，将他整个人撕成了2半，暗红色的血液喷溅在灰白的墙壁上，触目惊心。刀疤脸终于崩溃了，在绝对的死亡威胁下，他再也顾不上什么静音法则。他猛地从腰间拔出了一把土制猎枪，对着那只正在进食的异兽扣动了扳机。猎枪的散弹虽然在异兽身上打出了几个血洞，但根本没有伤及要害，反而激怒了他。瞬间，5、6只从不同方向破窗而入的异兽疯狂地涌向1楼走廊。我站在防弹玻璃后，冷漠地注视着这场单方面的屠杀。剩下的3个暴徒疯狂地挥舞着插着不条的冷兵器，但在那些速度快如鬼魅、力量恐怖的怪物面前，人类的反抗简直像婴儿一样可笑。刀疤脸被一只异兽扑倒在地，他绝望地惨叫着，双手死死抵住怪物那张长满倒刺的口气，眼睁睁地看着另一只异兽残忍地咬碎了他的膝盖。惨叫声、咀嚼声、骨骼断裂声与2楼半空那首依然在疯狂播放的重金属摇滚乐完美地融合在一起，谱写了一曲极致荒诞的末世交响曲。不到2分钟，走廊里再次归于死寂，除了2楼那个还在顽强播放音乐的音箱，那几只饱餐一顿的异兽在短暂的徘徊后，顺着破碎的窗户重新遁入了猩红的血雾中。我缓慢地呼出一口浊气，拿起一块黑色的遮光布，重新盖住了潜望镜。危机解除了，至少今晚没有人再敢来敲我的门。我走到角落，拿起一袋高热量蛋白棒，撕开包装，面无表情地咬了一口。真正的生存战才刚刚开始。血雾降临的第7天，整个临海市已经彻底沦为一座死寂的红雾坟场。地下室高密度隔音墙内的空气开始变得沉闷，哪怕有手动制氧带，我也清楚这座黑棺不能再待下去了。我坐在防潮垫上，头戴单边监听耳机，手里正缓慢无声地转动着一台军用手摇式短波收音机的旋钮。在这7天里，所有的民用通讯基站早就在缺乏维护和异兽的破坏下彻底瘫痪，网络断了，群聊死了，这座城市退化到了原始的黑暗时代。突然，耳机里原本一成不变的滋滋白噪音中，突兀地切入了一段极具节奏感的短促静电音，滴滴滴滴。我的瞳孔猛地收缩，这不是杂音，这是摩斯密码。我迅速从战术背包里抽出一支无声铅笔，在防水笔记本上飞快地记录并破译着这些微弱的信号。2分钟后，纸上拼凑出了一段冰冷但足以让人肾上腺素飙升的信息：临海市西郊04号防空洞军方无声避难所已建立，毒物浓度正在上升，异兽即将进入繁殖期重复，幸存者请务必保持绝对静音，前往出生即死。军方终于破解了生存法则。我看着笔记本上的那行字，眼神锐利。异兽繁殖期，这就意味着留在市区这片建筑密集区，迟早会沦为他们孵化幼崽的温床。必须走。我拿起那把通体哑光黑的重型战术十字弩，将12支3棱破甲剑无声地卡入剑盒，背在身后。我最后看了一眼这个庇护了我7天的绝对静音堡垒，然后缓慢地拧开了防盗门锁。走廊里弥漫着令人作呕的腐臭味，刀疤脸那群暴徒的尸体已经只剩下几具残缺不全的白骨，散落在干涸发黑的血污中。我没有理会这些垃圾，推开单元楼的大门，正式踏入了外面的世界。血雾的浓度确实比前几天更高了，整个世界被染成了一种令人窒息的猩红。街道上死气沉沉，几只体型庞大的异兽静静地趴在报废的汽车顶上，巨大的耳廓在雾气中微微抽动，
捕捉着整座城市哪怕一根针掉落的声音。我深吸一口气，迈出了第一步。静音靴的高分子海绵完美地吞噬了我的体重带来的落地声。我悄无声息地穿过了堆满废墟的街道。就在我即将走出小区大门时，我敏锐的余光察觉到了几道炽热的视线。我微微偏过头，在2楼和3楼几乎没有被异兽破坏的窗户背后，趴着几个面黄肌瘦、眼窝深陷的幸存者。他们显然也像我一样，苟活过了最惨烈的前7天，也彻底明白了声音等于死亡的铁律，但他们不敢出来，因为他们没有静音靴，没有战术装备，只要踩碎地上的一块玻璃碴，或者因为极度恐惧而粗重的喘息一声，就会瞬间被街上的异兽撕碎。他们只能死死捂着自己的嘴，隔着玻璃，用一种混合着极度震惊、嫉妒，甚至想要拉我一起陪葬的恶毒眼神死死盯着我。其中一个男人因为嫉妒到发狂，甚至把手放在了窗户的插销上，似乎想要推开窗户，大喊大叫，用同归于尽的方式拉住我。我停下脚步，缓缓转过身，隔着浓重的血雾，面无表情地对上了他布满血丝的双眼。我没有说话，只是缓慢地抬起右手，将那把致命的战术十字弩端平。黑洞洞的准星死死锁定了那个男人的眉心，他在那一瞬间僵住了，放在窗户插销上的手触电般的缩了回去，整个人瘫软在窗台下，连半个音节都不敢发出来。我嘴角勾起一抹冷酷的嘲弄，将十字弩重新背回身后。这座城市曾是那些蠢货狂欢的秀场，现在是困死他们的坟墓。而我，沈飞，我转过身，踩着绝对无声的步伐，头也不回地引入了那片吞噬一切的猩红血雾中。从今天起，在这座寂静的末世猎场里，我不再是躲在黑棺里的幸存者，我是猎手。离开公寓楼后的第3个小时，我正式踏入了临海市的西郊废土。这里的血雾浓度比市区可怕得多，那种猩红色已经粘稠到了几乎液化的地步，每一次轻微的呼吸都能感觉到防毒面具的滤芯在超负荷运转，能见度被极限压缩到了不到2米。我踩着绝对无声的步伐，沿着废弃的高架桥边缘摸索前行。整座高架桥已经变成了一个巨大的钢铁坟场，几百辆连环相撞的汽车像扭曲的金属积木一样堆叠在一起，车门敞开着，暗红色的血迹在引擎盖上干涸发黑。突然，我停住了脚步，透过夜视仪的绿色荧光，我看到前方的景象，后背瞬间渗出了一层冷汗。在那些废弃车辆的底盘下、车厢内，甚至是高架桥粗壮的水泥墩上，密密麻麻地倒挂着数百个灰白色的半透明肉茧，它们大约有半人高，表面布满了类似人类静脉的粗大血管，血管里流淌着暗红色的液体，随着某种诡异的节奏，整片茧群都在微微起伏跳动。这是异兽的繁殖舱，军方的广播没有撒谎，他们确实进入了繁殖期。把巢穴建在高架桥这种空旷的金属废墟上，是因为金属能极好地传导微弱的震动。我缓缓蹲下身子，缓慢地从大腿外侧拔出了消音格洛克手枪，但手指死死扣在扳机护圈外，没有动。因为我发现了一个致命的细节，距离我最近的一个肉茧原本处于平缓的休眠状态，但在我因为极度紧张而导致心跳微微加速的那一瞬间，那个肉茧表面的血管突然爆起，半透明的茧衣里，一个尚未成型的畸形幼崽猛地抽搐了一下，发出了极低的嘶嘶声。我的瞳孔骤然收缩，这些肉茧还没有发育出那种恐怖的巨大耳廓，它们听不见我脚步摩擦地面的声音，但它们的表皮贴在能够完美传导低频震动的金属车壳和水泥地上，它们在捕捉周围的心跳频率。在这个压抑的环境里，人类在极度恐惧下飙升到每分钟100次以上的心跳声，通过骨骼传导到地面，在他们感知里就像是敲响了开饭的战鼓。我低头看了一眼腕表上的心率监测仪，85 BPM， 而且因为肾上腺素的分泌还在上升，不能退。身后的市区已经是死城，04号防空洞就在高架桥尽头的山体里，这是必经之路。我闭上眼睛，深吸一口气，开始强制执行前世在无数次生死边缘磨砺出的战术呼吸法：吸气4秒，憋气4秒，呼气4秒，再憋气4秒。强行压制身体的求生本能是一种痛苦的折磨，但我必须把自己变成一具没有感情的行尸走肉。我睁开冷漠的双眼，周围那些原本因为我心跳加速而开始躁动的肉茧，随着我心率的断崖式下降，再次恢复了那种缓慢的休眠起伏。我收起手枪，双手握住背后的战术十字弩，迈出了进入繁殖区的第一步。静音靴轻柔地踩在车顶的金属上，每一步我都必须精准计算落脚点的受力面积，同时死死压抑住看着那些畸形怪物在脚下蠕动时胃部产生的痉挛感。走到高架桥中段时，最要命的情况发生了，我必须从2辆挤在一起的大巴车中间穿过去，而那道缝隙里贴着整整4个巨大的肉茧，距离最近的一个离我的肩膀不到10公分，我甚至能隔着防刺服感觉到那个肉茧散发出的令人作呕的热量。就在我侧身挤过去的那一刹那，一只变异的老鼠突然从大巴车底窜了出来，慌不择路地撞在了其中一个肉茧上，呼叽一声闷响，那个肉茧瞬间裂开了一道缝隙，
一只浑身惨白、布满粘液的异兽幼崽凶悍地探出了半个脑袋，那张没有眼睛的脸上裂开了一张长满倒刺的恐怖大嘴。老鼠发出了尖锐的滋滋惨叫，瞬间被咬成了2截，血腥味扑面而来。那只幼崽咀嚼着老鼠没有眼睛的头颅，诡异地转了90度，直直地盯向了距离它只有10公分的我。我的心脏在这一刻本能地想要疯狂跳动，但我死死咬住了舌尖，口腔里瞬间弥漫开一股铁锈味，剧痛强行切断了恐惧的神经反射。幼崽那敏锐的听觉神经和感知器官在空气中抽动了几下，它感受不到面前这个物体有任何活物的脉搏和高频心跳。在漫长如同地狱般的10秒钟后，那只幼崽发出一声满足的咕噜声，拖着半截老鼠的尸体重新缩回了肉茧里。我没有急着动，而是缓慢地呼出肺里的废气，然后无声无息地划出了那道死亡缝隙。当我终于走下高架桥，将那片恐怖的肉茧繁殖场远远甩在身后时，我的后背已经完全被冷汗湿透。但这仅仅是个开始，前面的迷雾中，04号防空洞那厚重的钢铁大门已经隐约可见。我知道，在那里等我的是比这些凭本能杀人的怪物更可怕的东西。我刚刚走下高架桥的引桥，还没来得及完全平复心跳，敏锐的听觉就捕捉到了前方迷雾中传来的一阵微弱的引擎怠速声。透过越发浓重的血雾，我悄无声息地贴近了路边的绿化带。在距离04号防空洞入口不到500米的山道前，停着一支车队，2辆涂着迷彩的军用轮式装甲车一前一后，中间夹着一辆防弹的重型运兵卡车，车顶的重机枪手死死扣着扳机，枪口紧张地指着周围浓厚的红雾。他们被困住了。前方的必经之路上，横七竖八地堆满了早些时候逃难者抛锚的汽车。如果要强行推开这些汽车，装甲车大马力柴油引擎爆发的轰鸣绝对会引来周围所有的怪物。更何况就在他们身后不到1公里的地方，就是我刚刚穿过的那片恐怖的肉茧繁殖场。车队陷入了压抑的死锁状态，拥有足以撕碎混凝土的重火力，却连一枪都不敢开。我蹲在一辆报废的越野车后，冷漠地注视着这一切。透过装甲车半降的车窗，我能看到那个佩戴着上尉军衔的车队指挥官正满头大汗地用手语安抚中间那辆运兵卡车里的人。卡车里坐着的显然是某些被重点护送的大人物和他们的家属。在绝对的死寂中，时间被无限拉长，恐惧疯狂蔓延。突然变故陡生，运兵卡车里，一个穿着高档西装、精神已经彻底处于崩溃边缘的中年男人，突然像疯了一样站了起来。他猛地推开试图阻拦他的士兵，一把砸碎了驾驶室后方的隔离玻璃，绝望地咆哮起来：开炮啊！你们这群废物，用机枪把这些破车扫开！老子给你们军方捐了那么多物资，不是让你们拉着我在这里等死的！上尉指挥官的脸色瞬间惨白，他几乎是连滚带爬地冲出装甲车，压低声音怒吼：闭嘴！你想害死所有人吗？但已经太迟了。那个陷入歇斯底里的男人，为了逼迫驾驶员开车，竟然半个身子探进驾驶室，狠狠一拳砸在了方向盘的正中央。尖锐凄厉的重型卡车气喇叭声瞬间撕裂了血雾，那声音在山谷间不断回荡。我死死贴在越野车后，几乎是在喇叭响起的同一秒，就感觉到了脚下的大地传来了恐怖的震颤。那是从高架桥方向传来的成百上千只异兽苏醒后狂奔的脚步声。上尉指挥官绝望地咆哮着，拔出了腰间的手枪。既然已经暴露，除了死战别无他法。开火！全体开火！2辆装甲车上的12.7毫米重机枪瞬间喷吐出耀眼的火舌，震耳欲聋的枪炮声彻底撕碎了末世的静音法则。子弹像金属风暴一样扫向从雾气中出来的异兽怪物，将他们打得血肉横飞。但是枪声太响，这根本不是在自卫，而是在向方圆10公里内所有的异兽发送最高级别的开饭邀请。越来越多体型庞大的异兽前仆后继地涌来，他们粗壮的利爪硬生生撕开了防弹卡车的钢板。那个按响喇叭的西装男人连惨叫都没来得及发出一声，就被一只体型如小客车般的异兽一口咬掉了上半身。惨叫声、咀嚼声、枪炮声交织在一起，这是一场单方面屠杀的血肉磨盘。我趴在阴影里，连呼吸都压到了最低，眼神冷酷地看着这一切。不到5分钟，重机枪哑火了，车队彻底沦为一堆冒着黑烟的废铁。那些饱餐一顿的异兽拖拽着残缺的尸体，在机器引擎彻底熄火后，再次渐渐引入了迷雾深处。我等了整整10分钟，确认周围再次恢复了那种绝对的死寂后，才缓慢地站起身。我踩着静音靴走入了惨烈的战场中心，遍地都是残肢断臂。我径直走到那辆头车的残骸旁，那位上尉指挥官倒在血泊中，
喉管被利爪割断，眼睛死死瞪着天空。我面无表情地蹲下身，从其他士兵的战术头盔上熟练地卸下了那副军工级的4眼全景夜视仪。这东西在没有光线的血雾中简直是神器。接着，我的手灵巧地摸过他的战术背心，从内侧口袋里掏出了一个巴掌大小、带有喉骨麦克风的高级静音战术电台。有了它，我甚至能窃听军方防空洞内部的加密通讯。最后，我拔出了他大腿枪套里那把崭新的、带着原厂消音器的珀莱塔 M9 手枪，顺走了他身上所有的备用弹匣。我将这些带着血温的顶级装备妥帖地装进背包。这些人用一整支车队的命为我提供了一次完美的装备升级。我戴上那副全景夜视仪，绿色的视野瞬间变得无比清晰。我跨过那个西装男人残缺的尸体，头也不回地走向了尽头那扇厚重的、隐藏在山体中的防空洞大门。穿过那片血肉模糊的修罗场，我终于站在了04号防空洞的入口前。那是一扇镶嵌在花岗岩山体里的重型3防液压钢门。大门外，刺眼的红色探照灯在浓雾中勉强撕开一片光晕。门前设有一道厚重的隔音消杀气闸室。我踩着静音靴，无声无息地走进了气闸室。经过漫长的3道气密门后，眼前的景象豁然开朗，但也压抑得令人窒息。这是一个被掏空了半座山的巨大地下空间，头顶是错综复杂的通风管道和昏暗的应急灯。但最让我感到毛骨悚然的，不是这里的环境，而是这里的声音。足足容纳了数千名幸存者的地下广场，竟然安静得像停尸房，没有人交谈，甚至连呼吸声都被刻意压抑到了极点。空气中弥漫着一股浓重的汗臭味、绝望的酸腐味和刺鼻的消毒水味。透过军用夜视仪的微光，我一眼就看穿了这里病态的阶级法则。广场边缘，那些衣衫褴褛、面黄肌瘦的底层幸存者蜷缩在潮湿的水泥地上，他们的脚上紧紧缠着散发着恶臭的厚重破布，因为他们没有金银鞋。在这里，鞋底摩擦地面的声音一旦超过规定分贝，就是死罪。而在广场中央，用军用帐篷和隔音板搭建的核心区外，站着几个荷枪实弹的守卫，他们穿着统一的战术靴，脚底贴着减震海绵，眼神像看狗一样俯视着外围的难民。墙上用刺眼的红漆刷着一条残忍的铁律：咳嗽1次，断水3天；咳嗽3次，立刻流放。在血雾末世流放防空洞，等于直接送进异兽的嘴里。我冷漠地收回视线，将背上的战术十字弩用破布稍微遮掩了一下，走向了核心区边缘的新兵登记处。登记处坐着一个满脸横肉、穿着军官常服却大腹便便的男人，他的胸牌上写着后勤主管马建国。当他看到我走到桌前，并且脚下没有发出任何摩擦声时，他那双浑浊的眼睛瞬间亮了。他贪婪的目光放肆地掠过我的凯夫拉防刺服、腰间的消音格洛克，最后死死盯住了我脚上那双价值连城的特种兵级软底静音靴。新来的。马建国压低了嗓子，声音嘶哑。他一边用戴着手套的手翻开登记簿，一边皮笑肉不笑地打量着我。我没有说话，只是冷冷地点了点头。规矩懂吗？进入04号避难所，所有可能引发噪音的金属锐器、重型枪械，必须无条件上交后勤处统一保管。我看你这身装备不错，靴子脱了，枪和弩放下。他用粗短的手指敲了敲桌子，眼神中闪过一丝阴狠的贪婪。去那边领2块破布包脚，然后去地区的大通铺找个位置蹲着。这就是明抢，在这座压抑的地下堡垒里，掌握了静音物资，就等于掌握了活下去的特权。他想扒了我的装备，去孝敬更高层的军官，或者自己留着用。周围几个全副武装的守卫听到动静，立刻缓慢地围了过来，手里的自动步枪隐隐指向了我。那些底层难民则惊恐地把头埋得更低，生怕被牵连。我站在原地，隔着防毒面具的镜片，眼神冰冷地看着他。我缓慢地向前探了探身子，2根手指无声地搭在了腰间格洛克手枪的枪柄上。这是一个危险的战术准备动作。我从市区最中心的医院一路杀过来，身上沾的怪物血比你这辈子吃过的肉都多。我熟练地打开了刚从死人身上扒下来的高级喉骨麦克风，低沉、冷酷，带着丝丝电流音的金属合成声，直接通过加密频道，在马建国桌上的那个军用电台里响了起来。马建国浑身猛地一哆嗦，满脸横肉剧烈地抽搐了一下。他惊恐地看了一眼桌上亮起绿灯的电台，在看向我时，眼神里已经充满了忌惮。能拥有这种高级加密战术电台，并且能毫发无损地独自穿越异兽繁殖场走到这里的人，绝对不是他这种躲在后方的硕鼠可以随便捏的软柿子。我那双死水般没有温度的眼睛死死定在他的脸上，手指依然平稳地搭在枪柄上。只要他敢下令抢夺，我绝对会在守卫开枪前一枪打爆他的眉心。在这个连开枪都会引发恐怖受潮的地方，他不敢赌。空气中弥漫着一触即发的压抑的火药味。足足对峙了10秒钟，马建国额头上渗出了一层冷汗，他终于僵硬地咽了一口唾沫，勉强地扯出一个比哭还难看的笑脸。误会，
都是自己人。手指微微一挥，让周围的守卫退下。既然是刀尖上填写的独狼，避难所自然有避难所的特例。A 区的高级单间正好空出一个，规矩你懂，只要不弄出动静，你的东西自己保管。我冷漠地收回手，接过他递来的 A 区门禁卡，在几千名底层难民敬畏和嫉妒的目光中，走向了避难所深处的特权区。防空洞的地下时间凌晨2点，我并没有睡在 A 区那张散发着霉味的单人床上，在这个处处透着诡异的避难所里，把后背交给那些贪婪的军阀，无异于自杀。我带着全景夜视仪，趴在地区大通铺上方10几米高的金属通风管道格栅上，俯视着脚下的一切。地区挤着将近3000名最底层的难民，他们紧紧挨着，在极度的饥饿和疲惫中陷入了昏睡。空气中弥漫着令人作呕的排泄物和汗酸味。突然，一声响亮的鼾声撕裂了这片死寂。那是一个白天在底层搬运重物、累到极点的高壮男人发出的。他在梦中翻了个身，喉咙里不受控制地爆发出了一声超过70分贝的巨大鼾声。周围的难民惊恐地捂住自己的嘴，连滚带爬地远离那个还在打呼噜的男人。按理说，在这座深入花岗岩山体200多米的地下堡垒里，区区一声打呼根本不可能穿透重重防爆门传到外面的异兽耳朵里。但令我心寒的一幕发生了，几乎是在那声鼾声响起的第3秒，2队戴着防毒面具、全副武装的避难所执法队迅速地扑向了那个位置。干什么？救！还没来得及发出第2声惊呼，3把缠着厚重棉布的枪托已经狠狠砸在了他的脑袋上，他被砸得头破血流，瞬间失去了反抗能力。2名强壮的执法队员死死按住他的手脚，另一名军官模样的男人拔出了一把带血槽的军用匕首，一把捏住了男人的下巴，强行撬开了他的嘴。夜视仪的绿色视野中，我清晰地看到那把刀子探了进去，男人发出了凄厉却因为被捂住嘴而无法成型的惨叫。割断舌头是为了确保他在接下来的过程中无法因为剧痛而发出足以引发暴乱的高分贝惨叫。几名队员熟练地用铁链锁住那个满嘴喷血、浑身抽搐的男人，将他朝着避难所最外层的气闸室拖去。整个地区3000多人眼睁睁地看着这一幕，却连一声咳嗽都不敢发出来。我趴在冰冷的金属格栅上，眼神冰冷。我终于看穿了这座04号防空洞高层恶毒的伪善真相。墙上那条咳嗽3次立刻流放的静音铁律，根本不是为了防止噪音引来怪物。在这座坚不可摧的山体堡垒里，只要不引爆 C4 炸药，外面的异兽根本听不见内部的人声。高层之所以制定这种病态的连坐规则，是因为他们需要肉。外面的血物浓度越来越高，异兽进入了繁殖期，他们会本能地向着有大量活物心跳聚集的地方靠拢。防空洞再坚固，也经不起成千上万只异兽日夜不断的啃咬，所以高层需要定期向外投喂诱饵，以此来安抚、引开那些聚集在防空洞大门附近的怪物群。而这些底层难民中的老弱病残，就是他们完美的合法祭品。用所谓的静音法则，光明正大的杀鸡儆猴，把活生生的人送出去填怪物的肚子。沉闷的机械传动声从远处传来，那是最外层的液压气闸门被短暂开启了一道缝隙。诱饵投放完毕，气闸门重新锁死。这就是末世的人类高层，他们比外面的怪物更懂得如何吃人，而且吃得名正言顺，吃的骨头都不剩。我无声地关闭了夜视仪，顺着通风管道退回了 A 区。今天他们用打呼噜做借口拖走了一个苦力，明天就会用更恶毒的借口来打我身上这套极品装备的主意。这座防空洞根本不是什么避风港，而是一个披着人类外衣的巨型屠宰场。第2天上午， A 区单人间的铁门外传来了轻微的电子解锁声。我正坐在没有窗户的昏暗房间里，仔细地用润滑油擦拭着战术十字弩的弓弦。听到动静，我没有抬头，只是自然地将大腿侧的格洛克手枪推上了膛。门开了，是后勤主管马建国。这一次，他没有带那些只会扎呼的普通守卫，而是带来了4个戴着战术头套、手里端着消音微冲的精锐心腹。他们像4条无声的毒蛇，瞬间封死了我房间的每一个死角。他刻意压低了嘶哑的嗓音：“沈小姐，昨晚睡得好吗？有屁快放！”被我当面辱骂，马建国的眼角剧烈地抽搐了一下，但他忍住了。他从兜里掏出一张盖着红章的纸，拍在桌子上。避难所最高指挥部机密的命令，我们发现市中心医院有一批珍贵的抗生素，需要立刻组建精锐拾荒小队前往。为了确保行动的绝对静音和成功率，指挥部决定强制征用你的战术十字弩、夜视仪以及你脚上那粒半个月的压缩防震靴。作为补偿，避难所会奖励你半个月的压缩饼干。这哪是征用，这是恶毒的缴械。精锐守卫默契地抬起了微冲的枪口。沈小姐，我知道你很能打，但这里是 A 区隔音室，我们这几把微冲都装了高级消音器，就算把你在这里打成筛子，外面的难民连个屁都听不见，更别说引来异兽。你只有2个选择，要么脱鞋交货，
要么我现在就以企图制造噪音引发暴乱的罪名就处决你。我看着马建国那张膨胀的脸，嘴角突然勾起了一抹嘲弄、疯狂的冷笑。我将双手探进了背心的内侧口袋，4个守卫紧张地握紧了枪，但马建国自负地摆了摆手。他不信我能在4把微冲面前拔出枪来反杀，但他错了，我拔出来的不是枪。当我的双手重新回到桌面上时，马建国脸色瞬间惨白如纸。我的左右手里各自握着一颗军用 M67破片高爆手雷，并且在双手拿出的那一瞬间，我的2根大拇指已经果断地、毫不犹豫地剥掉了2颗手雷的安全插销。现在，只要我的手指稍微松开哪怕1毫米的保险压板，这2颗杀伤半径达到15米的恐怖的爆炸物就会在3秒后把这个10平米的房间炸成肉泥。我熟练地开启了喉骨麦克风。M67高爆手雷，爆炸瞬间分贝高达170，它不仅会把你们炸成碎肉，巨大的冲击波还会轻易地撕裂房间的通风管道，将恐怖的爆炸声直接传导到地表。既然你喜欢玩规矩，那我们就玩把大的，开枪啊！只要我一死，肌肉松弛，手雷就会爆炸。大家一起听个响，给外面的怪物敲个开饭的锣，怎么样？别冲动，把枪放下。都他妈把枪放下！4个精锐守卫也被我这种彻头彻尾的疯子战术吓破了胆，他们僵硬地垂下了微冲的枪口，眼神里充满了对疯子的极度恐惧。横的怕愣的，愣的怕不要命的，滚出去！顺便把你们身上多余的微冲钛匣安静地放在桌子上。这是你们打扰我清晨保养武器的补偿。马建国屈辱、恐惧地咽着唾沫，他没有选择，只能颤抖地解下战术背心上的4个备用弹匣，缓慢地放在桌上。4个守卫也照做。做完这一切，他们倒退着，连呼吸都不敢用力地挪出了我的房间。我愿意加入那支前往市中心医院的精英拾荒小队，条件是所有搜刮到的高级抗生素，我先拿30%。他毫不犹豫地答应了。血雾降临的第9天黄昏，我和4名精锐的官方搜救队成员站在了临海市中心医院的废墟前。这里曾经是整个城市繁华的地标，现在却变成了一座浸泡在浓稠红雾中的巨大墓碑。大门外的救护车扭曲变形，满地都是散落的担架和干涸发黑的血污。领头的是一个代号叫毒蛇的特种老兵，他带着夜视仪，手里端着一把装了高级消音器的军用突击步枪。一路上他表现得专业安静，连手语都打得无懈可击，但我知道他想我死。上一世的记忆在我的脑海中清晰地翻滚着。市中心医院之所以拥有大量完好的抗生素，是因为这里盘踞着一只恐怖的2阶变异体。普通的异兽只是听觉敏锐的瞎子，而2阶变异体进化出了类似蝙蝠的声带系统，它能发出高频的声波，通过回声定位，在绝对黑暗的血雾中描绘出猎物的轮廓，甚至连你微弱的呼吸导致胸腔的起伏，它都能看得一清二楚。毒蛇这支小队根本不是来搜救的，他们早就侦查过这里。他们需要一个人肉诱饵，一个能在极度痛苦中发出巨大噪音，把那只2阶怪物引出药房的替死鬼。我就是马建国送给他们的极品诱饵。1楼大厅安全，药房在2楼尽头。毒蛇缓慢地打着战术手语，然后用枪口隐晦地点了点我的后背，示意我走在最前面探路。我面无表情地端着战术十字弩，踏入了医院阴暗的走廊。2楼的空气中弥漫着一股浓烈的令人作呕的腥臭味，那是高阶异兽特有的排泄物气味。快到药房门口时，毒蛇和另外3名队员刻意地放慢了脚步，与我拉开了大约10米的距离。夜视仪的绿色视野中，我敏锐的余光瞥见毒蛇缓慢地将突击步枪的枪口下压，黑洞洞的消音器死死瞄准了我的右腿膝盖，打碎我的膝盖，让我失去行动能力。剧痛会让我发出凄厉的惨叫，而他们则可以趁着怪物撕咬我的时候，从安全通道溜进药房洗劫一空。这算盘打得恶毒也完美，但他不知道的是，在走进这条走廊的前3分钟，我故意落后了一个身位，在走廊转角处那盘沉重的医用高压氧气罐上做了一点小小的手脚。我用强韧的精英钢丝一头隐蔽地缠在了一瓶满载的高压氧气罐的金属阀门上，另一头通过走廊顶部的废弃输液轨道做了一个滑轮，最后巧妙地连在了药房虚掩的木门把手上。就在毒蛇的手指缓慢地搭上扳机，准备射穿我膝盖的那一致命的瞬间，走廊深处突兀地传来了一阵诡异
极具节奏感的喉音弹舌声，那声音就像是用2块坚硬的骨头在互相敲击，声波在走廊的墙壁上不断反射。2阶变异体的回声定位，毒蛇浑身猛地一僵，手指惊恐地停在了扳机上。另外3个队员也连大气都不敢喘，一头体型足有成年公牛大小，浑身覆盖着坚硬的灰白角质层，头部裂开巨大声纳器官的恐怖怪物，诡异地倒挂在走廊尽头的天花板上。毒蛇的眼中闪过一丝狠毒的决绝，他猛地抬起枪口，准备不顾一切地打断我的腿来拖延时间。我果断地侧身，一脚踹开了旁边那扇虚掩的药房大门。随着木门被我暴力地踹开，紧绷的钢丝瞬间拉扯到了极限。10米开外，那排立在毒蛇身后的高压氧气罐的金属阀门被钢丝野蛮地扯断。这场绝妙的借刀杀人正式开场。这声音在空旷的医院走廊里被无数次放大、折射。毒蛇和那3个精锐队员的脸色在夜视仪的绿光下瞬间惨白如纸。那只倒挂在天花板上的2阶变异体原本正用精密的声波阵列锁定着我，但高压氧气罐爆发的恐怖的巨响瞬间引发了它声纳系统的严重过载。怪物发出了一声痛苦且狂躁的咆哮，巨大的身躯从天花板上砸落，毫无悬念地扑向了噪音的源头那排氧气罐，以及站在氧气罐旁不到2米远的毒蛇小队。操！开火！全他妈开火！消音器在连续的全自动射击下迅速的发热变红，子弹倾泻在2阶变异体那层坚硬的灰白角质层上，却只溅起了一串串耀眼的火花。普通的 5.56 毫米口径子弹根本无法击穿它的重甲。趁着怪物被毒蛇他们死死拖住的这几秒钟，我灵巧的就地一个翻滚，瞬间钻进了被我踹开大门的药房内部。但我并没有逃向深处，而是迅速的转身。毒蛇不愧是特种老兵，在2个手下凄厉的被怪物瞬间撕成碎肉的空档，他敏锐地察觉到了我的意图。他一边狼狈地后退，一边猛地反手拉住了药房厚重的实木大门，想把我锁死在外面，或者跟我一起躲进来。但我比他更狠，我抬起战术靴，狂暴的一脚踹在即将闭合的门板内侧，巨大的力量将毒蛇震得虎口崩裂。紧接着，我从腰间熟练地拔出一罐工业级速干发泡胶，顺着门缝疯狂地喷射。仅2秒钟，粘稠的白色化学泡沫就填满了门框的所有缝隙，并在接触空气的瞬间迅速的膨胀硬化，将这扇门死死地焊在了一起。这不仅隔绝了毒蛇的退路，更将药房变成了一个完美的绝对隔音室。沈飞，你祖宗开门！毒蛇在门外绝望地砸着门，声音透过硬化的隔音胶传进来，已经变得沉闷。我退后2步，隔着门板上那块厚重的防弹玻璃观察窗，面无表情地看着走廊里发生的一切。走廊已经变成了血腥的屠宰场，3个队员全部阵亡，内脏和鲜血涂满了墙壁。那只2阶变异体在撕碎了他们之后，转向了正在砸门的毒蛇。毒蛇绝望了，他疯狂地环顾四周，目光锁定了走廊另一端通往后院的安全通道大门。只要冲过那扇门，他就能利用医院复杂的地形甩开怪物。他咬着牙，狼狈地转过身，向着那扇大门狂奔。我冷酷地举起战术十字弩，将准星透过防弹玻璃的微小的视角，死死锁定了走廊上那个还在疯狂地喷射氧气、原地打转的残破氧气罐。深吸一口气，扣动扳机，原本只断了一半的阀门彻底崩碎，失去了所有束缚的满载高压氧气罐瞬间变成了一枚狂暴的无制导火箭弹。它疯狂地喷射着高压气体，在走廊的地板上剧烈地摩擦出大片火花，然后以恐怖的速度贴着地面向走廊尽头飙射而去。轰一声沉闷的巨响，飞射的氧气罐砸在了毒蛇即将逃离的那扇安全通道大门上，巨大的动能瞬间将厚重的金属门连同门框一起砸得严重变形，彻底卡死。不仅如此，高压氧气尖锐的嘶鸣声将整条走廊的震动频率推向了最高潮。毒蛇绝望地用力拽着那扇纹丝不动的变形大门，满脸都是惊恐的冷汗，后路被彻底的锁死。那只2阶变异体被氧气罐砸门的巨大噪音彻底激怒，它狂暴地跃起，巨大的身躯在半空中划过一道恐怖的灰白残影，精准地扑向了被堵在死胡同里的毒蛇。我站在安静的药房里，平静地从口袋里掏出了那个从马建国手里顺来的静音军用电台，开启了高清的录像功能。镜头隔着防弹玻璃，清晰地记录下了毒蛇凄厉的惨叫，记录下了他强壮的身体是如何被那只2阶变异体像撕扯破布娃娃一样，活生生地撕成了碎片。没有怜悯，没有情绪波动。在这场恶毒的同类算计中，既然他们想用我的命去填怪物的肚子，那我就用完美的物理学送他们全队下地狱。当走廊里的惨叫声彻底平息，那只饱餐一顿的怪物满足地拖着毒蛇的残肢，顺着破碎的窗户重新遁入血雾后，我才缓慢地收起电台。
转身看着药房里壮观的满满几货架的高级抗生素，我熟练的用液压剪无声的绞断铁锁，我将一盒盒珍贵的头孢曲松、阿奇霉素以及稀缺的肾上腺素和医用吗啡扫进战术背包，离开药房不能走正门，那扇门被我用速干发泡胶死死的焊住了，强行破拆会发出致命的噪音。我抬头，锐利的目光锁定了药房天花板上的中央空调通风口，踩着稳当的药架，我灵巧地卸下百叶窗格栅，像一只敏捷的黑猫般缩骨钻进了逼仄的通风管道。顺着管道，我顺利地从医院背面的2楼缓步抬滑，降到了红雾弥漫的街道上。回程的路顺利，那只吃饱了的2阶变异体散发出的高阶威压，让附近街区那些低级的异兽根本不敢靠近，无形中为我完美地清理出了一条安全通道。3个小时后，我准时地回到了04号防空洞那厚重的钢铁气闸门前。当沉重的液压门缓缓向两侧滑开，我背着2个巨大的战术背包，浑身散发着浓烈的血腥味和硝烟味，冷漠地跨入气闸室时，负责接应的马建国和几个守卫全都震惊地愣住了。马建国那双浑浊的眼睛死死盯着我身后，试图寻找毒蛇等人的身影。毒蛇他们呢？我没有说话，缓慢地卸下一个背包，拉链划开，里面满满当当全是高级的抗生素。我问你，毒蛇他们人呢？他死死地盯着我那双没有任何感情波动的眼睛，右手隐秘地摸向了腰间的配枪。我嘲弄地冷笑了一声，从容地从口袋里掏出那个军用静音电台，调出录像，平静地推到了他面前。屏幕上清晰地播放着毒蛇被2阶变异体残忍地按在残破门板上撕碎的画面，以及高压氧气罐狂暴的嘶鸣声。运气不好，遇到了2阶变异体。我开启了喉骨麦克风，用冰冷的电子合成音在加密频道里说道：毒蛇队长为了英勇地掩护我拿药，不幸地吸引了怪物的火力，我艰难地躲在药房里，才保住了一条命。马建国看着屏幕上血腥的画面，浑身的肥肉剧烈地颤抖着。视频是铁证如山的意外，如果他现在因为毒蛇的死而对我发难，就等于彻底地承认了他派人暗杀我的恶毒的阴谋。好好，马建国艰难地咽了一口唾沫，颓然地松开了握枪的手。药品归你，剩下的3成归我。我冷漠地收回电台，重新背起另一个属于我的背包，安静地朝着 A 区走去。但在平稳地穿过 B 区通道时，我的脚步细微地顿了一下，混凝土地板里传来了一阵微弱却不正常的低频震动。我缓慢地蹲下身，将掌心贴在冰冷的地面上。这不是普通的通风换气扇发出的频率，那是避难所地下4层巨大的重型柴油发电机组传来的震动。它的巨型工业减震基座老化了，或者破裂了。那些致命的低频物理震动正顺着山体岩层源源不断地向地表扩散。回到 A 区那个昏暗的隔音单间，我敏锐地察觉到房间通风口吹出的空气中开始夹杂着一丝淡薄的令人作呕的铁锈味，血雾渗进来了。我坐在床沿，调到了之前破译出的高层加密频段，戴上了单边监听耳机，耳机里传来一阵杂乱、刻意压低却透着极度恐慌的呼吸声。马主管，地下4层的3号重型柴油发电机巨型工业减震基座彻底碎了。备用基座早在3天前就老化断裂了，现在的低频物理震动已经超过了临界值，顺着花干石直接传到了地表。我们在给外面的怪物打超级强心针。闭嘴！地表的监控器显示什么情况？红了，全红了。方圆20公里内，成千上万的异兽正在朝04号防空洞狂奔，其中包括探测到多个2阶变异体的声波信号。最多还有半个小时，外层气闸门就会被彻底撕碎。耳机里陷入了死一般的沉寂，随后一个冷酷威严的声音响了起来，那是这座避难所的最高指挥官。启动壁虎断尾预案，马建国，你亲自去，把通往 C 区和 D 区的所有承重防爆门彻底锁死，切断底层3000人的照明和通风，用他们身上的肉和发出的惨叫给我们拖延宝贵的时间。明白。那我们核心人员立刻前往地下5层秘密车库，那辆珍贵的幽灵号静音电动装甲车已经充能完毕，所有核心物资也已经装车。10分钟后准时撤离，谁迟到，谁就留下来喂怪物。通讯单方面切断，我摘下耳机，迅速地站起身，将那2大包珍贵的抗生素、高热量食物以及所有战术弹药紧凑地绑在身上，战术十字弩上膛，全景夜视仪稳固地扣在头盔上。我无声地推开房门，熟练地撬开了走廊尽头一个隐蔽的通风管道百叶窗，顺着逼仄散发着霉味的通风管道，我迅速地向下攀爬。就在我刚刚抵达地下4层管道夹角的那一瞬间，一声沉闷恐怖的巨响从头顶极远的地方传来，整个山体都剧烈地颤抖了一下。超级兽潮开始撞门了，紧接着透过管道微弱的缝隙，
我听到地区大通铺方向传来了凄厉、绝望的惨叫声，以及沉重的防爆门被液压装置死死锁死的金属闭合声。高层无情地落下了闸门，3000人被残忍地关在了黑暗的绞肉机里。我加快了攀爬的速度。地下5层秘密车库。当我在微弱的绿光视野中看到那辆停在防核爆大门前、通体涂抹着锡箔材料和静音涂层，退路找到了。头顶上方。沉闷的撞击声和微弱的惨叫声连绵不绝，地下5层的秘密车库却安静得像一座坟墓。我盘腿坐在幽灵号静音装甲车宽阔的黑色防弹车顶上，全景夜视仪的绿色视野中，通往这层车库的重型防爆门外，终于传来了急促凌乱的脚步声。快，密码是6个0，把门锁死，别管上面那些蠢货了。嘶哑。因为极度恐慌而变调的声音响起，那是马建国，伴随着沉重的液压闭合声。车库的防爆门被狼狈地关上并死死反锁，7个人跌跌撞撞地冲了进来。除了马建国，还有一个穿着高级军官制服的中年男人04号防空洞的最高指挥官，以及5个端着消音微冲的心腹守卫。他们浑身都是灰尘，贪婪地大口喘息着，上面显然已经变成了人间炼狱。这群用3000条人命填坑的硕鼠，自以为逃出升天了。上车，立刻启动幽灵号！话音却像被人死死掐住脖子一样，瞬间卡在了喉咙里。在车库昏暗的应急灯下，他们震惊地看到，那辆承载着他们所有逃生希望和极品物资的钢铁巨兽顶部，正坐着一个浑身包裹在黑色战术装备里的女人。沈飞，你怎么可能在这里？我居高临下地看着这群伪善的垃圾，面无表情。眼神里只有看死人般的冰冷。开火杀了他，把车抢回来！5个守卫条件反射地抬起了手里的微冲，但我甚至连躲都没有躲。就在他们即将扣动扳机的致命的瞬间，我从容地调转了10字弩的枪口，准星没有瞄准他们中的任何一个人，而是越过他们的头顶，锁定了他们身后那面粗糙的混凝土墙壁上方的一排红色管道。我扣动了扳机，破甲舰带着狂暴的动能。洞穿了最粗的一根蒸汽主管道的金属薄弱点，马建国和指挥官惊恐地顺着箭矢的方向回头，发出了绝望的无声咆哮。他们清楚那意味着什么。嘶轰隆隆，高达200度的高压蒸汽瞬间找到了宣泄口，疯狂地喷涌而出，伴随而来的是刺耳尖锐的金属啸叫声。我的耳朵！几个守卫痛苦地捂住双耳。手里的枪狼狈地掉在了地上，几乎是在高压蒸汽喷发的第5秒，车库那扇厚重的防爆门剧烈地凹陷了进来，外面的超级兽潮被这恐怖的高频噪音瞬间吸引了所有的仇恨。我冷漠地从车顶的舱口滑进幽灵号奢华的驾驶室，反手锁死了厚重的顶部舱门。沈飞，快让我进去！你快点，开门让我上车，条件随你开。马建国更是绝望地跪在地上。裤裆已经湿了一大片。这辆车采用了先进的军工级静音电驱系统和最高级别的隔音装甲。关上门的那一瞬间，车库里狂暴的噪音被完美的隔绝在外。我戴上战术降噪耳机，熟练地按下了启动键，仪表盘亮起幽蓝的光芒，电池满电。物资充盈，车窗外，防爆门终于承受不住成千上万只异兽的恐怖的撞击，轰然倒塌，如黑色潮水般的2阶、3阶变异体，顺着刺耳的蒸汽噪音，疯狂地涌入了车库。他们瞬间淹没了绝望的马建国和指挥官。隔着厚重的防弹玻璃，我清晰地看到那些高高在上的大人物是如何在怪物粗壮的利爪下被瞬间撕成碎片，内脏和鲜血凄惨地涂满了墙壁，没有丝毫的怜悯，他们罪有应得。我平静地挂上前进档，一脚踩下电门，幽灵号瞬间冲入了隧道，驶向了外面那片浓稠的无边无际的猩红虚无之中。再见了，04号防空豹，真正的废员，我来了。